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哎呀，这几天天天都在出大事儿呀！各位身在大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钱包又要出大事儿了。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细思极恐呀！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家庭税和你们的自有房产出租的问题。面先知去年都已经给你们预言过今天了。一会儿呢，咱们详细的来讲这个问题。然后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啊，我会给大家讲讲比特币这几天的疲软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牛市仅仅是一个幻觉吗？我们应该跑路了吗？我们应该割肉了吗？而且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面具人我要推荐一个我发现的新东西。我自己呢，已经在这个项目中投入了150个 BNB 了啊。被动收益也不错，一年呢能翻3倍左右吧。这个项目最后再告诉你们。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给大家说一下，转发面具人今天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有机会参加抽取本月的大奖，价值$500的 Axie 鱼类蛋的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点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好，先来给大家讲几个财经新闻啊。国资委宣布，央企1月到7月的净利润为1.2万亿，同比增长112.4%。哇，央企国企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涨幅，那是相当惊人的。可惜呀，这个数据里面并没有公布民营企业的增长数据啊。面具人，我估计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心里面都应该明白，这几年共产党强管制私营经济，这不能干那不让干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好做的生意都被国家给收上去了，是不是？这是老生常谈了。现在啊，咱们来说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重磅新闻啊，那就是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建议个人所得税政策同步进行倾斜性调整，进一步完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有效降低育儿家庭的税务负担，让育龄人群从实质上享受到养育的福利。这个话说起来有点绕啊，不过老观众应该都知道，看过面具人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共产党他的文宣就是这样，故意的给你绕来绕去，然后嘞把你绕糊涂了以后，他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啊，那就是关键句子，那就是进一步完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换个角度，面具人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个制度以前没有完善的时候，就等于没有这个制度，等于大家不用交钱。可是现在呢，党要完善这个制度了，要收这个钱了 ，but 党为了给你们减负呀，本来呢是要收100块钱的，现在呢给你们减负，改收成了80块钱，这不就是降低了你们的家庭税务负担了？这难道不给你们面子吗？我这样算没有错吧？你们只用记住了，这共产党呀，这国家呀，这政府呀，规定的制度越多，老百姓的自由性，老百姓的生活就会越难。可是呢，那些贵族们当然是可以不用遵守这些规定制度的啦。好，咱们来说今天的第二个重磅新闻啊。这个新闻你们一定要听好，尤其是家里面有房的，不管你是商品房、二手房，还是家里面继承的老房子啊，爷爷奶奶的房子。看图，北京市首个老小区改造采用租赁置换模式，实现直住平衡。租赁置换听起来很高端，对吧？简单的来说，就是面具人去年预言过的，政府如果从卖房获取不到足够的利润的话，就会打老百姓的租房生意了。把你们的房子收上来了以后，统一装修、统一粉刷，然后嘞再统一租赁，租金呢由政府监管，你们只能拿到一部分的租金分红，分多少是党说的算。我们来看一下国家有关于租赁置换的解释啊。租赁置换具体是指老旧小区愿意外迁的居民与社会资本签订长期协议，企业给付租金之外，还为自住业主寻找置换房源，并辅以免费找房、搬家、保洁等增值服务，形成定制化的置换方案。
企业将外迁的居民房屋设计装修后，再用于住辖区单位的人才公寓出租。听起来说的好像有那么点道理，可是呀，大家想一个逻辑啊，那就是现在中国人普遍收入比较困难，谁没事吃多了，搬房子离开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地方，就算有这种情况，也只能是少部分，对不对？而且中国人的这个恋家情绪都是普遍的比较严重的，对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迁出去，大部分人不愿意迁出去，这可怎么办？难道就跟强拆一样，强行把你们赶走？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自己家里面住得好好的，我为啥要另外花钱给我找房子，我再搬出去，对不对？面具人，我有一个疑问啊，那就是如果党想要改造我所居住的小区，我可不可以拒绝？我可不可以不改造？中国人貌似是没有拒绝的权利的，对不对？否则呢，你看那些不愿意搬的、被强拆的那些人的下场怎么样啊？正所谓古有强拆赶人，今有强租赶人。房子不好卖了，就卖租房，对吧？你的房子也要贡献出来给党租。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让我搬走了以后，把我的房子再装修成人才公寓，然后呢，你们把它往外租，收过来的租金先用来冲抵你们的装修费，那你说我图个啥嘛？对不对？而且呢，这个装修费的成本是多少？这个房租的分红又是多少？不就是共产党说多少算多少吗？对不对？可惜呀，现在很多的中国人，他们的眼里是没有私有财产意识，是没有个人权利意识的。他们就是那种毫无底线的坚决拥护共产党，只要是党做的决定就是对的，就是好的。批斗自己亲爹亲妈亲儿子，只要能拥护共产党，亲爹亲妈亲儿子不爱共产党就是叛徒，就要翻脸，就要消灭。其实中国人根本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对不对？其实这还不算可悲，更可悲的是，你看那路边的野狗，看那猪圈里面的猪，这些牲口被割肉的时候，还知道惨叫几声，还知道想办法逃跑。可是这些中国人呢？他们在被抢钱、被割肉，他们还觉得共产党是为他们好。他们在经历了文革大饥荒、计划生育之后，你越日他，他越爽；你越抽他的血，他越高兴。那牲口、野兽都知道面临危险要逃跑，可中国人的反应是什么？以后大陆的老百姓，你们的什么老房子、小产权，包括商品房、按揭房，只要党需要，你们就都得贡献出来，统一租赁，对不对？而且还有数字人民币拴住你们，想不给钱都不行。所以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有钱呀，还是赶紧买成流通性强的、收益高的、世界通用的资产吧。数字人民币那不叫钱，你只能在国内拿几个键盘撸一下，大家互相自欺欺人而已。换成比特币，换成这些加密货币，都比数字货币强。不是，都比数字人民币强。这个数字人民币和加密货币还不是一回事啊！你别听大陆的那些新闻给你洗脑，说什么数字人民币比比特币还值钱。来嘛，你试一下，你拿数字人民币能买比特币不？去试一下啊！大家来看图，比特币再度戳破了44000美元的大关。我前天已经在会员群里面提醒过我的会员，比特币会下戳到44000美元。在这个区间内呢，做个小波段也是可以的。很多人看到比特币下跌了以后，觉得这几天比特币连续下挫，这就证明了牛市只是幻影，真正的熊市大瀑布马上就要来了。嘿嘿，面具人，我在这里要反驳一下10月份的全球大印钞，这就不说了，老生常谈了。再给大家说一个消息随着近期比特币价格的回暖，时隔近3个月，加密货币总市值再次突破2万亿美元。
根据 CoinDesk 的数据显示，比特币在上周六达到了48126.47美元，为5月17日以来的最高水平。大家注意一个关键点啊，那就是加密货币的市值的上涨，它不是没有原因的。目前来看呢，48000美元是比特币的阻力位置，也是重铸市场信心的关键位置。因为它就仅仅离突破5万美元的大关只有1步之遥、2步之遥。面具人认为啊，比特币接下来不会短期内突破这个阻力位。我们总体来看这个比特币的走势可以看出来，最近的走势是非常稳的，支撑力也是非常足的，这就表明了整个市场在充能，这个资金它并不是那种不稳固的资金，所以在这里面具人要建议大家不要随意做空，否则呢后果自负。而且大家观察好等比特币在这段时间充能完毕了以后，就会一次性的突破5万美元的大关，开启牛市，并且呢这个时间周期不会太长。我个人预计这个周期在1个月之内就会完成。但是呢，各位观众朋友们，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个钱闲在那儿肯定是贬值的，对吧？咱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而且呢，蛋糕币你们都知道，老朋友了，蛋糕币可以质押，每个月呢差不多有8%左右的收益。可是呢，蛋糕币目前呢，它的价位已经达到了22美金左右了。就按照它能涨到100美金，也最多呢就是涨4倍左右，涨幅期待不是很高。不过面具人我依然会选择持有蛋糕币，毕竟蛋糕币是大品牌，它的稳定性和被动收益还是非常可靠的。但是面具人我又发现了一个潜力很大的项目那就是 IPSwap， 它的代币叫做 Banana 香蕉币，目前的币价是3美金多一点。这个 IPSwap 的功能和 CakeSwap 的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上面 Swap 的币种也非常丰富，项目方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个币可不是什么土狗币、山寨币是正经八百的 Swap 币，而且它的受众是非常广的，合作的币种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币呢有3个大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质押年收益差不多是 112.5%， 也就是说单纯质押1年你就可以得到1倍多的收益，投资10万就能变成21万。这个收益是高于 Cake 的收益的，而且呢，这个币的币价也比较低，目前呢仅仅为3美金。如果这个币涨到了10美金、20美金，那都是不得了的，上涨的倍率期待是比 Cake 高的。当然了，Cake 面具人我还是会继续持有我现在已经3000多个 Cake 币了。而这个香蕉猴子币呢，我是另外的放了150个 BNB 进去的。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这个猴子香蕉币，它还可以质押很多潜力的游戏币项目。大家都知道，现在游戏币 P2E 已经成为了第3大板块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游戏板块的加持下，这个 Banana 的前景还是非常的好的。Cake 呢，目前就没有太多的这些板块，所以呢，这个游戏板块也算是 Banana 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我们来看一下 IPSwap 的走势图它的走势跟 Cake 类似，在5月之前基本上是跟着牛市走的，然后呢就跟大盘一路跌下来。目前呢长期的横盘在3美金左右，总体的趋势是横而向上，所以说它基本上是很难跌下去了。就在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如此的严重下挫的情况下，这个 Banana 还是能够横住站稳，这就已经证明了它的实力了。如果接下来牛市来了，那这个币就会爆发。如果这个币爆发了，那它的这个涨幅就会非常可怕的。而且大家记住了，这个币它能质押呀，在能质押的情况下，整体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它还能横得住，证明这个币还是非常强势的。所以呢，它再下跌再下行也不会跌到哪儿去了，除非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出现了重大的滑坡，那这种概率呢属于天灾人祸，谁也扛不住，对吧？谁也抵抗不了，要死大家一起死。所以呢，
这种大型的风险不在咱们的考虑范围内啊，因为如果说整个币圈崩了，死的也不是我一个，排除这种可能性之外，那这个币的上升空间，这个币的稳定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面具人我才决定在这个盘子里面投入了150个 BNB 啊。但是你们不要学我啊，我的资本肯定比你们的雄厚。如果大家想玩的话，投入1到10个 BNB 娱乐一下就好，对吧？走着看着嘛。你们跟我不一样，我每天有几百只 XZ 给我生产弹药呢，可是呢，你们未必有，对吧？走着看着，或者是不入场观望也行，你们自己做决定。其实呀，这个猴子香蕉币还有很多玩法呢。这样，我先不说，等它涨了以后，咱们再去说它的好玩之处嘛。现在它没涨，大家可能会不相信它的实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走着看着，观望一下也挺好的。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币的一些玩法的话，以及了解到更多的潜力币、潜力新项目的话，可以选择进我的会员群啊。请看，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添加我就可以办理入群手续。或者大家也可以去报名参加什么画画 K 线培训班之类的，自古空多难过庄家关嘛。祝你好运，拜拜。